给我瞄准了打，双手的呼顶，给我瞄准了打，脚跟进了！这是邱建良职业生涯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将他那引以为傲的神龙摆尾彻底呈现在了大家眼前，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看到了神龙摆尾究竟有多厉害。外国冠军上1秒还在嘚瑟，下1秒就被邱建良踢爆了脑袋，躺尸擂台，过了许久才逐渐恢复自主意识。看来外国冠军输的一点都不冤，能被邱建良当场踢晕算是他的荣幸。德国世界冠军叫肯姆·罗宾，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肯姆。就在2年前，邱建良强势踢断了肯姆3根肋骨。然而肯姆·罗宾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总是想找个机会打败邱建良，为哥哥肯姆报仇。这个复仇的机会算是给了肯姆·罗宾，就是不知道肯姆·罗宾能不能抓得住。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才表现。黄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邱建良，黑色短裤是德国世界冠军肯姆·罗宾。很清晰可以看到肯姆·罗宾一上来就表现得特别激进，快速的步伐移动加上灵活度极高的拳法虚晃，短时间内让邱建良有点摸不着头脑。毕竟这家伙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世界冠军，并且还是泰拳冠军和空手道冠军，再加上眼前这位中国选手是曾踢断自己哥哥3根肋骨的仇人，肯姆·罗宾内心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最高点。环境里面呢，一直训练，这是也体现出来一个武的精神吧。是，在这个邱建良呢，本人是做泰拳选手的，但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更像白酒和红酒啊，大同小异，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整个格斗啊，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对，目前这个阶段呢，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返璞归真。现在在整个的邱建良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像肯姆·罗宾这种一上来就表现得特别激进的选手，一年到头邱建良不打飞3个5个，邱建良都没法和拳迷粉丝和教练团队交代。比赛才刚刚开始，擅长用脑子打拳的邱建良自然不会畏惧肯姆·罗宾。看上去肯姆·罗宾是出于主动进攻的一方，并且还全方位压制住了邱建良。其实邱建良一直在试探肯姆·罗宾的底线，对方的这个减重团队更加有经验。好，这个看到德国选手其实双方这腿都比高了，高来高去。邱建良现在又开始进入自己的这种节奏，前后的直拳接低扫，前后的直拳接高扫，接直拳非常漂亮。对，有一个叫 body kick 先打腹部再打头部。我们可以看邱建良在出低扫的时候呢，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这是他泰拳的一种痕迹。但是邱建良从大学2年级就开始学习泰拳和传统武术，经过多年的训练和打磨，早就已经将传统武术和泰拳融合在了一起，对付眼前这位纯泰系的世界冠军。邱建良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作战体系。尽管肯姆·罗宾的进攻欲望很强烈，复仇心切，但在邱建良面前，肯姆·罗宾就是一个刚成年的小孩子，只需短暂的时间打磨试探邱建良即可掌握比赛节奏。是一个胜负参半的一样漂亮！哇，一脚吃大我个人不建议邱建良多用这种转身型的腿法，因为转身和腾空腿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面对像罗宾，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已经打了多组进攻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保持得很稳健。哇，他有一个转身够踹以拳法而言这个邱建良的发力比较成角了，比较漂亮。从里面出来，邱建良扑上去，漂亮，连击。邱建良比上一回我们讲打得非常的出。第2回合开始了，前面3分钟肯姆·罗宾半点优势都没有拿到，并且还暴露给了邱建良很多进攻漏洞和防守漏洞。重新掌握比赛节奏的邱建良头脑很冷静，完全不会因为肯姆·罗宾缺点过大而发起猛烈进攻。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可以清晰发现，肯姆·罗宾就只会在擂台上蹦来蹦去，不敢发起主动进攻。然而邱建良则是会伺机寻找机会对肯姆·罗宾发起猛攻，一套接一套的进攻，再次让大比分优势回到了邱建良手中。明显，对。那邱建良出这个低扫砍踢的时候要注意360邱建良，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做太多的耍宝动作，因为在转身、旋风、横空这3种动作里面呢，你在实施动作的同时，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手，并且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对，等到对手没有站立的时候再来这一招对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击倒你，而且对方依然在蓄着能力，相对来说，对方的体能应该比邱建良要好一些。而且单纯一点，你在空中我轻轻一推，就会飞得很远了时刻保持警惕的邱建良完全不慌，
总是能在第一时间躲过肯姆罗宾所发起的进攻。从这一刻开始，肯姆罗宾彻底沦为了邱建良的阶下囚。此时此刻，肯姆罗宾要是想在短时间内击败邱建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逐渐摸清楚肯姆罗宾底细的邱建良打得越来越趁手。面对肯姆罗宾发起的防守反击，邱建良非但没有害怕，并且还能在第一时间发起勇猛反击。一个进补，可以说邱建良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势整个打出来了。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那邱建良将一直这样保持在最后一分钟。又是一个飞膝啊，双飞膝。那像蔡老师，您看这个罗宾啊，到目前为止虽然阵脚压得很稳啊，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有效打击，他应该在哪些方面对邱建良进行打击？如果他这样玩的话，就做膝击啊，他也没有做啊，他抱完就等裁判来这个高手。所以你看，就顶进去，然后就没有什么动作啊。邱建良的这个邱建良的步伐移动越来越成熟，所打出的进攻也是一套接一套，几乎不给肯姆罗宾任何喘息的机会。然而一生好强的肯姆罗宾本想给哥哥肯姆报仇，结果被邱建良打得自己的小命都难保。看上去确实是肯姆罗宾在对邱建良发起猛烈进攻，其实肯姆罗宾一直都在被邱建良暴揍，1秒都没停下来过。与其说是肯姆罗宾在压制邱建良，不如说是肯姆罗宾是在擂台上跳舞瞎蹦的。以后呢，对罗宾就不利了。对，他只是把自己送过去啊，给这个邱建良打。如果是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的吉祥啊，包括典英华是自由搏击的这种立体进攻，那么邱建良就是把泰拳演绎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立体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真的是力度跟速度都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把泰拳的那种硬打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啊。我们看肯姆罗宾还有没有要这种重击。第3回合开始了，肯姆罗宾主动挨揍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第2回合还不是特别的明显，直到第3回合，肯姆罗宾主动挨打的现象清晰可见。别人都是被动挨揍，但在肯姆罗宾这里确实主动挨揍。这种现象放眼整个国际擂台乃至世界擂台，都找不到第二个像肯姆罗宾这种选手，步伐移动很迅速，拳法虚晃也很到位，就是不把进攻打在邱建良身上。难道肯姆罗宾是害怕邱建良打出的防守反击吗？冰的肉一样，是小刺刀啊，刺进身体里面了啊，不是只有割表皮哦。对，没错，伤到了内脏啊。邱建良今天状态调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在中国国内67公斤级这个比赛的这个级别里呢，我相信邱建良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向最强的那个方向那个高峰在冲刺。他过去了，他曾经讲了，这个太可惜了，高手都被这个邱建良躲掉了。肯姆罗宾到目前为止，肯姆罗宾的重心成功被邱建良所干扰，重新站起来之后深吸一口气，下一秒邱建良就把神龙摆尾踢在了肯姆罗宾的脑袋上，德国世界冠军瞬间躺实擂台。这一脚没有8年的功力，邱建良坚决打不出来。哇，邱建良漂亮，再看一下转身，太阳穴啊！再一次啊！邱建良最终邱建良获得了比赛胜利。肯姆罗宾本想击败邱建良给哥哥肯姆报仇，结果把自己小命也搭了进去。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